欢迎来到总教练的小纸条。6月17号那天，即将满39岁的梅西，在他的第200场国家队出赛，踢出了他整个世界杯生涯第一次的帽子戏法，3-0打阿尔及利亚，6天后在2-0打奥地利，2战全胜，提前晋级。但更让大家惊讶的是，梅西这2场一共踢进5球，把克洛泽高悬很多年的世界杯进球纪录，从追平一路踢到超越，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杯历史第一射手。更有意思的是，这2场阿根廷碰到的是2种完全相反的对手，一个摆好防守阵势等你来攻，一个高位压迫上来抢你的球。斯卡洛尼怎么把2种考题都解掉？这集前面我们就用战术版把这2场的攻守博弈慢慢拆给你看，而后面的内容，我想以一个球迷的身份跟你们聊聊梅西。我们可以发现，在这届世界杯打到现在，有一个趋势，越来越多球队在防守时并不再急着往前压迫，而是在中场站成一个密集的区块，我们在这里先叫它中场区块。这种防守站位会把空间收拢在自己半场，球权让给你，等你来攻，再伺机反击。阿尔及利亚对阿根廷用的就是这个4-3-3，退成一个中场区块，把中路塞满。他们可能是评估阿根廷在迪马利亚从国家队退休后，暂时排不出同等级的边路攻击手，进攻时多数选择都会往中路来打，所以安排了这个考题，看阿根廷有没有办法找出答案。而破这种中场区块，目前大致有2种流派。第一种是多数欧洲强队的做法，加强边路进攻，由贴边的边锋加上叠瓦的边后卫去拉扯对方防线，逼对方每回合攻防战都要做选择题，是中卫出来补还是边后卫出来补。只要某次出现犹豫，站位就会出现漏洞。前几天荷兰对日本，荷兰破日本中路，走的就是这套。但阿根廷却选择了完全相反的方式，直接从区块内部打穿。我们来看看阿根廷是怎么破解的。他们把一票人全堆到中路，梅西、麦卡利斯特、恩佐、德保罗、阿尔马达全挤在中间。在此时，阿尔及利亚防线的注意力就这样慢慢一点一点的被吸得越密，越往中间收，等于阿根廷自己造了一个引力场，把对手通通吸进来。被吸进来之后，阿根廷开始扯动这个结，梅西、麦卡利斯特、恩佐在里头会反复做一件事，跑对方身后，再回撤回来接球，再跑身后，逼防守方2选1，你跟，身后就漏空档，你不跟，他就拿球转身。这种让你跟也不是，不跟也不是的拉扯，是这套打法的核心。我们在看阿根廷比赛时，可以仔细观察每个阿根廷球员的身体面对方向，他们会不停转动自己的面向，等于每个人手上都同时握着回撤、持球、跑身后3张牌。然后当防守兵力投入这么多到中路，那就表示在包围网外面就空了。此时持球的人等的就是这一刻，他只要能在人堆里送出精准一传，就能把球送出包围圈，找到外围那个完全没人理的阿根廷人。我们来看第一颗进球，阿尔及利亚站好中场区块，大方放阿根廷在后场组织进攻。注意持球的是中卫利马，他故意把节奏压到极慢，而这个刻意的慢是有目的性的，他在等前面的队友们悄悄地把陷阱布好。于是你看到不可思议的一幕，中路一小块地方非常挤啊。对阿尔及利亚来说，他们有人数优势，常常是用5人围2人，看起来稳赢。但这正是阿根廷要的。当德保罗的美妙直传一送出，区块瞬间瓦解，穿透完成。梅西开始带球杀向禁区，你可能会想，把球塞进5个人的人堆丢了怎么办？那不是超级危险吗？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别的球队选择直接走边路，不敢这样玩。这套在阿根廷身上可以成立，有2大条件。首先，阿根廷这招有加了一个内建的保险，球本来就在那一大坨人里面流动，万一被断，旁边全是自己人，反抢的距离通常很近，可以瞬间发动就地反抢。说穿了，这就英国人说的在电话亭里踢球的狭小空间技术。南美球员从小就习惯很这套玩法，再加入了现代足球的反抢逻辑，这是一个又古典又现代的解法。
第二就是这套非常考验球员们的技术力以及默契。看懂了这套战术后，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颗进球。第60分钟，梅西开出角球，球辗转回到门将大马丁脚下，大马丁长传给梅西，梅西做出太极式卸球，立刻直传冈萨雷斯，冈萨雷斯传中被清出去，麦卡利斯特禁区外强力远射，门将小西丹扑出脱手，梅西又是反应最快那个，就像禁区内的防守人员都被定身了一样，补进。第三颗，第76分钟，对手落后2球，被迫要大举压上。半场休息后，被换上来的右后卫莫利纳，面对对方多人高压逼抢，不慌不忙的传球找到德保罗，德保罗再交给梅西，阿根廷发动反击。最终冈萨雷斯一记回传球，找到在禁区前缘的梅西，梅西远射完成帽子戏法。第78分钟，斯卡洛尼把梅西换下场，现场7万人全部站起来给他掌声。而这一场是梅西代表阿根廷的第200场，他是足球史上第3位踏进200场国家队的球员，在第200场踢出生涯第1个世界杯帽子戏法，世界杯总进球追平克洛泽的16球，进球加助攻的总贡献更是超越了比利。梅西下场后，尼可帕斯替补登场，完成他的世界杯处女秀，这是一个世代交替的画面，刚好都在这一场。6天后对战奥地利，另一场考验来了。奥地利总教练德国籍的朗尼克是高位逼抢这门学问的祖师爷之一，他不摆铁桶等你，反而反过来全队压上来逼抢，要在你后场组织的时候就把球从你脚下抢走。这场奥地利全队跑了将近94公里，比阿根廷多跑了超过10公里。这里要帮大家破一个迷思，赛后不少报道说奥地利压着阿根廷打，掌控了比赛。但我们把数据摊开，整场控球，阿根廷其实是 54%， 奥地利 46%， 预期进球，阿根廷 2.36， 奥地利只有 0.53， 射正5比1。所以真相是，奥地利确实拼命压、拼命跑，但球还是阿根廷掌握的比较多，而真正像样的机会更是一面倒。下半场，阿根廷甚至主动让出一些球权，防守时收成一个4-4-1-1的站位。但奥地利的组织进攻其实让阿根廷门将大马丁整场只被认真考验过一次。那阿根廷到底是怎么破解这种高压的？有趣的是，方法跟第一战刚好是一体两面。这场对奥地利是奥地利自己主动扑上来抢球，当多数人都往球的方向追，有球的区域就会越挤越密，无球区的攻击手自然就得到更多空间。阿根廷的解法很冷静，先让麦卡利斯特退到2个中后卫中间，做出一个稳的出球点，再靠德保罗、恩佐、阿尔马达这组中场，他们会快速赶到被包围的队友附近，进行一脚短传，从奥地利的压迫缝隙里逃出来。一旦发现前方机会出现，立刻一脚长传去打那块被奥地利自己放空的空间。而且这场奥地利特别针对梅西，不让他轻松拿球，但你越盯他，他就越往后撤一点，用他的传球帮球队换边，等于把他自己也变成了这套破压迫的传球枢纽之一。2种对手，2个方向，但骨子里是同一招，把防守的注意力集中吸引到局部，然后解放出更多空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上半场阿根廷的左路打得蛮好的。31分钟，恩佐快速插上半空间，阿尔马达在禁区左侧传球找到在中路的梅西，梅西凌空挑传想找恩佐，被门将挡出。这次其实已经先让奥地利的防线亮起红灯。到了38分钟，好戏上场，阿尔马达在禁区里一个漂亮的刻意漏球，把球放给身后，梅西从禁区边缘快速插上，左脚推射死角。那个角度，那道弧线，让我瞬间想起2017年他在伯纳乌那季绝杀的进球。还有一个画面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86分钟，禁区前一次争顶，阿根廷的中后卫利马，他身高175，对上奥地利身高190几公分的高塔阿瑙托维奇，结果那球他硬是比阿瑙托维奇更早一步起跳，顶在更高的那个点把球清掉，那个画面真的相当震撼。而第二球来到了补时第5分钟，恩佐找到梅西发动反击，门前一阵混乱，
门将先扑掉了替补上场的阿尔瓦雷斯的射门，梅西呢又是反应最快的那一个，左脚补进空门，2-0。而就是这一脚，让他的世界杯生涯进球来到了第18球，正式超越克洛泽，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的头号射手。从对阿尔及利亚那场追平到这一场超越，前后只隔了6天。2场看下来，我们得聊聊梅西跟斯卡洛尼这套系统的关系。斯卡洛尼非常懂如何最大化梅西的最强武器之一——散步。梅西大部分时间在使用他专属的上帝视角，在扫描整座球场，在等待那个对的瞬间。那么，另一个已经被讨论无数次的防守少一人问题怎么办？解答之一就在中场铁三角德保罗、麦卡利斯特、恩佐，他们3个人会帮忙分担梅西的防守任务，再加上和梅西搭档的另一位前锋。不论是老塔罗或是小蜘蛛阿尔瓦雷斯，大家会看到他们2位在防守时都会不惜体力的跑动，退守到很深的位置。这2个策略加起来，就可以让梅西节省体力，尽情绽放他的进攻才华。所以梅西才可以总是在对的时间出现在最致命的位置。所以这2场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知道，阿根廷赢球靠的从来不是控球率，也不是谁跑得多，真正决定胜负的是把握机会的品质、优越的脚下技术、团队默契，加上球王梅西。对手给你球还是抢你的球，阿根廷都有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套打法的隐忧是什么。这支阿根廷有它的问题，右后卫的位置一直不太稳定，淘汰赛强度会越来越高，比赛一旦被拉开变成对攻，阿根廷有些球员在1对1单防中是吃亏的。靠效率赢球赢得漂亮，但效率这种东西有时候会有运气成分在，不一定每场都站在阿根廷这边。讲到这里，请让我以一位球迷的身份来聊聊梅西。我是从2010年那届真正认识梅西的。那一年，阿根廷的总教练是球王马拉杜纳。但说真的，在马拉杜纳那套糟糕的战术底下，梅西踢得非常不舒服，整届只留下1次助攻，那也是他整个世界杯生涯唯一一届没有进球的世界杯。然后是2014，那是我第一次真的等到一个阿根廷教练萨维利亚愿意在战术上以梅西为核心去踢。我一路看着他们杀进冠军战，又一路看着决赛后，梅西站在那里望着那座明明只差1步却又遥不可及的大力神杯，那股心酸的味道，我隔着荧幕都像在现场一样。接下来那几年是一次又一次的心碎。2015、2016美洲杯连续2次倒在12码大战，连拿2个亚军，最后梅西伤心到宣布退出国家队。2018从小组赛就跌跌撞撞，最终输给了那届的冠军法国。转折是2021年7月，梅西终于带着阿根廷拿下了美洲杯冠军。冠军战裁判吹停的那一刻，他做出庆祝动作，全队冲过来把他抱住。那个画面我感动了好久好久。可是同一年8月，梅西挥泪被逼着离开巴萨的那场记者会，我一个男的跟着边看边掉眼泪。然后是2022，我相信喜欢梅西、热爱阿根廷的朋友到今天都还记得很清楚。我们一起看到了一个属于足球世界的童话般的结局。所以今天当我看着这届的他2场小组赛就为我们展现了什么叫球王风采，我想告诉大家，我们身为这时代的足球迷是多么的幸福，而这也是我做这频道的理由。那么你又是从哪一届哪一个瞬间开始喜欢上梅西的？留言告诉我。这里是总教练的小纸条，从战术看懂世界杯，记得订阅开小铃铛，我们下个影片见。